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萧炎在2名9星斗宗护卫的守护下废了陈贤之后，潇洒离去，离开曹营等人所在的山丘。萧炎一头扎进了万药山脉，因为有要完成的任务，萧炎很快便凭借着出色的感知力找到了凶兽的所在方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后，萧炎终于是来到了万药山脉的较中心部位。也是在此时，一抹淡淡的幽香吸引了萧炎的全部注意力，是丹灵浆的味道。丹灵浆是调配地心魂髓所需要的一味主药材，非常稀罕，萧炎自然是不会错过的。只是这等宝贝一般都是有着魔兽守护的，萧炎却并没有在周边发现丝毫魔兽的踪迹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。想到这里，萧炎仔细地研究起了溪流的源头，结果真在一处约莫10丈左右的深潭边找到了一些淡蓝色的鳞片，观其色泽、纹路、形状，萧炎很快就确定了守护兽的身份是玄水虎蛟。辨认出了那隐藏在深潭之中的守护魔兽后，萧炎立马就想到了应对之法，那就是水醉云间树的果实水云果。该果实对一些水属性魔兽来说拥有着致命般的吸引力，而且那果实中还有着一种特殊的醉浆，效力极其强大，即便是7阶魔兽将之吞服了，也是会逐渐被醉得进入休眠状态。找了一处地方种下果树之后，萧炎就藏了起来。领地里突然多了宝物，玄水虎蛟觉得不对劲，于是他耐心地等待了将近5个小时后，还是没忍住冲进了陷阱。当然，出门之前他没忘记给有着丹灵浆的那块巨石罩上一个防护罩。看到宝物时，不忘探测周围有没有人，咬下果实前甚至还用水幕裹住。可惜这玄水虎蛟遇上了萧炎啊！在他含住果实的那一刻，萧炎就暗中下黑手，弄破了被水幕裹着的水云果，于是他醉了，丹灵浆没了。2-3分钟后，作为罪魁祸首的萧炎在挺远的地方都感受到了一阵地动山摇。而此时，万药山脉正中心的山顶处，一座由巨石搭建而成的大殿内，一名身材魁梧的赤膊大汉正极为痛心地怒吼道：“姑奶奶，你吃够了没有？”只见已堆满了药材的广场正中心，一道娇小的身影正一手抓着一个一眼看上去便是异常珍贵的药材，毫不客气地对着小嘴塞去。好什么好，等我吃饱了找到人了，会带你离开这里的。放心吧，不就是破开空间吗？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。那娇小身影边吃边嘟囔道。另一边，隐匿好气息，正想偷偷摸摸潜上山顶浑水摸鱼的萧炎，突然间感应到了一股极为剧烈的能量波动。打着先观战，等凶兽现身他就去偷家的念头，萧炎调转了方向。几分钟后，萧炎就看见了有近100人被困在了灵魂屏障内，就连曹营等人也在其中。而且更糟糕的是，被包围的众多炼药师之内，竟然还有着10几道身影，是那神秘黑衣男子的同党。他们突然间暴起，杀死了不少来不及反应的人。虽然有些反应快一点的捏碎空间时就想逃，可那黑衣男子的速度更快，仅仅只是袖袍轻挥间，就将那些想要逃离单界的人给凝固住了。然后黑衣男手掌一握，那些个炼药师就变成了一团团模糊血肉。见此情况，场中的炼药师们绝望了，他们开始不计后果的反扑，直到血流成河，场中已不足10人。前辈真想要赶尽杀绝？一向挂着妖娆笑容的曹颖脸色铁青地问道。见己方那10几名黑影一时间难以啃动这些硬骨头，黑衣男子也不着急，只轻笑道：“你的灵魂我很感兴趣，若是任由你成长的话，恐怕日后还真是能够成为丹塔的下一任巨头。不过可惜。”舔了舔嘴唇，黑衣男子缓步轻踏，想要直接解决掉负隅顽抗的这些人。只是这步子还没迈到第3步，他就仿佛察觉到了什么，下一秒萧炎就从旁观者变成了瓮中鳖。怎么办？瞥了一眼被关进来的新成员萧炎，曹颖轻声问道：“能怎么办？那家伙可是斗尊强者，各自想办法逃命吧。”萧炎无奈的道：“还能怎么逃？就算使用空间石，都是会被那家伙拦截下来。”宋清皱着眉道。萧炎摊了摊手，懒得与他争执，反正万一真的不对劲儿，他便施展毁灭火莲逃命。至于曹颖他们，他可没那精力。这灵魂屏障我能破，但如果我对屏障出手，那家伙肯定会动手，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曹颖银牙轻咬，眼睛却是眨也不眨地盯着萧炎。他知道这里战力最高的还得数萧炎。萧炎眉头一挑，没说话。一名脸庞上沾着些许血迹的中年男子迟疑了一下，苦笑道：“我们能够拦住这些黑衣人，但那个家伙……你需要多久时间？”萧炎道：“3分钟。”曹颖道：“
萧炎沉默了片刻后道：“那便战吧。”虽然对方是斗尊强者，但阻拦其3分钟，萧炎还是有把握的。萧炎清楚斗尊强者的难缠程度，当下也不敢有多少保留。天火3旋变直接开启到第2变，8级崩、开山印、翻海印连番招呼。黑衣男被萧炎缠得烦了，直接放出大招，那犹如蓝色水晶的手臂出现又消失的瞬间，萧炎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放出了地妖魁。紧接着一道异常刺耳的沉闷之声响起，地妖魁那无比坚硬的胸口处居然直接是生生凹陷了将近半寸。地妖魁飞了，萧炎也受到了波及，脚步踏着虚空噔噔急退。不过好在萧炎稳住身形的那一刹，灵魂屏障终于是破了。碎裂声音响起的那一瞬间，众人就朝着四面八方逃了。只是那曹颖、宋清与萧炎却是脑回路出奇的一致，扭头朝着山峰之顶逃去。只要那黑衣男和凶兽打起来了，他们就能活命，说不定还能摸摸鱼，得到意外惊喜。3人逃命途中不停地安慰自己，可惜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骨感的，速度还挺快的，不过可惜还甩不掉本尊。不久，黑衣男子就堵住了他们，现身笑道，随后又是熟悉的金层手爪抓来。见状，萧炎3人十分默契地朝着3个方向闪电般的爆射而出，3选1，曹颖很不走运，手爪呼啸而来的同时，还伴随着空间凝固，被选中的曹颖根本动弹不得。宋清见美人被困，几乎没有犹豫，牙一咬，脚一跺，转身就跑。萧炎皱眉望着那银牙紧咬、苦苦坚持的曹颖，终究还是心软了。我想，如果此时的地妖魁有意识的话，一定会怒骂萧炎：“你就美人，居然拿老子的身体去换！”没错，为曹颖再一次硬扛一记之后，地妖魁几乎要报废了。谢谢的温柔声音还在耳边回响，萧炎刚救的美人就已经跑得没影了。顾不上心疼，萧炎急忙召回地妖魁后，朝着另一个方向的密林跑去。那黑衣男见自己几次出手都没能拿下几个小崽子，心态崩了。于是，在3人分散逃开的方位扫了扫后，他锁定了萧炎。既然你喜欢救别人，那本尊倒是要来看看，这一次谁来救你？森然的声音自黑衣斗尊嘴里传出，下一秒其身形一颤，便是再度消失。此时感应到自己被盯上的萧炎怒骂道：“混蛋，若是真惹急了，今日拼得重伤，也得让你付出血一般的代价。”目光透过森林缝隙，望着那几乎是近在咫尺的山峰之顶，萧炎心中一口气就要落下。可惜下一瞬，便是看到了前方不远处树干上的黑衣男。再聪明的猎物，也是逃不出猎人的掌心。黑衣尊者狞笑道：“萧炎，本尊倒是要看看，这一次是否还会有人出面救你？你的一伙，我收定了。”听得此话，萧炎心头突然一动，惊声道：“你是木谷老人？”黑衣尊者微微一怔，随后笑道：“认出来也好，好让你死个明白。不管如何，我们之间也算是有着一些关系。真要说起来，或许你还得称本尊一声师叔。”语毕，又是一记深蓝巨爪朝着萧炎呼啸过去。好在萧炎早有防范，当巨爪出现的那一刹，萧炎不待他将自己锁定，瞬间便是出现在了几十米开外的空地之上。木果老人见状，冷笑了一声，先施展出了空间凝固，再衔接巨爪。萧炎体内斗气在这一刹尽数调动而起，现在的他随时准备进行着最后一搏。可就在天火3旋变第3变即将完成的那一瞬间，一道壮硕的身影从扭曲的空间中踏步而出，宛若铁塔般矗立在萧炎面前。在我的地盘上这么大张旗鼓的杀人，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！来者一现身，便是一拳轰在了金层巨爪之上。来者何人？木谷老人又惊又怒的道。铁塔还未说话，一道清脆动听的娇笑声却是突然在这片森林之中响彻而起。老家伙，你追别人我就不管了，但萧炎却不是你能杀的。紫妍听得这熟悉的声音，萧炎眼中顿时惊喜涌现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